请问你个问题，善良应该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？我先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吧。1955年，美国通用汽车的会议室里，一位谙熟厚黑学精髓，名叫阿尔弗雷德·斯隆的老人坐在角落。那时他已经70多岁，精神矍铄，目光锐利。他是那个时代最传奇的企业家之一，把通用汽车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变成全球汽车帝国的男人。那天会议讨论的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：新款雪佛兰的车灯造型。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吵成一团，每个人都说自己方案更创新。年轻设计师们拍着胸脯保证，这样才能让市场眼前一亮。可斯隆只是淡淡的听着，一言不发。2个小时后，众人吵得面红耳赤。斯隆缓缓站起来，敲了敲桌子，说了一句话：我们今天达成的共识太多了，看来我们还没思考得够深入。会场瞬间安静，没人敢接话。第2天，他真的推翻了整场会议的决定，重新开会，重新讨论。最后，通用推出了那款在细节上几乎看不出变化的车型，但销售奇迹般的暴涨。为什么？因为斯隆看透了人性。普通人并不真的喜欢标新立异的创新，他们更喜欢熟悉感里的改进。他知道，争论背后不是方案之争，而是颜面之争。他不怕冲突，却也不让冲突失控，那就是他的厚。他稳得住，能让自己不被情绪裹挟。也有黑，他懂得在该硬的地方狠下刀，让人无从反击。阿尔弗雷德·斯隆的秘书曾回忆，有一次他拒绝升迁一个技术天才，因为那人太老实。秘书问他为什么，斯隆淡淡地说：老实人太渴望被喜欢，一个喜欢讨好的人很难服众。希望这句话像一记耳光，打醒所有努力却被忽视的人。老实人总以为世界讲道理，其实世界只尊重力量。你一昧忍让、迁就、妥协，别人只会默认你该被踩。人类的社会结构从来都是基于边界，而非善意运行的。善良若没有锋芒，就成了最好用的奴性。有位心理学家曾做过实验，把一群学生分成2组，一组演指挥者，另一组演执行者。仅仅1天后，指挥者就开始表现出支配欲，执行者则迅速形成依赖和讨好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变化是潜意识发生的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你一开始摆出我没关系的姿态，别人就会下意识地把你划分进可压榨的范围里。老实人之所以一直被忽视，是因为他们误以为被关照是一种应得的权利。不好意思是待人处事的风格。想想身边那些混得开的人，他们不一定多精明，也未必很有能力，但他们有2个本事：敢说不，会设边界。说不需要勇气，设边界需要理性，两者结合就是厚与黑的起点。阿尔弗雷德·斯隆这一生极少情绪化，他可以在被董事会质疑时面不改色，也可以在功成名就时不留恋地辞职。他的朋友说，他不争，但没人敢跟他争。这就是厚的最高境界，稳如山，却能在关键时刻动如雷。他一生信奉一个原则，不要让情绪主导决策，不要让别人看透底线，因为一旦别人摸清了你的软肋，你就不再是对手，而是猎物。他曾在晚年写下这样一句话：当你足够了解人性，你会发现善良必须有成本，才能有尊严。在生活里，被忽视的人
大多不是能力不行，而是太透明。他们不懂得包装，不懂得拒绝，不懂得说够了。他们以为退一步是海阔天空，其实那一步正好把自己推出了存在感。那些总说做人要真诚要善良的人，其实往往活得最辛苦。这个世界只给有手段的好人留活路，没有锋利的牙齿，你的善良只能称为脆弱。真正的强者不靠讨好换和平，也不靠沉默求尊重。他们懂得一件事，在弱肉强食的规则里，最温柔的力量往往来自最冷静的头脑。人性从来就是欺软怕硬，崇拜权威。你越懂得忍，别人越敢欺负你，不是因为他们坏，而是因为他们本能地追逐利益。那些总被忽视的老实人，并非真的没有价值，而是他们把顺从误当成了善良，把退让伪装成了修养。这世上最伪善的陷阱，就是让你相信，只要足够好，别人就会看到你。该醒醒了，谁都不会为你的努力感动，也不会感恩你的付出。世界只看结果，听不见委屈，也从不看过程。你要么有用，要么被用。有一个心理学概念叫习得性无助，最初源自实验。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把一群狗关在笼子里，让它们在电击中无法逃脱。几次之后，研究者打开笼门，那些狗也不再逃了。它们已经被训练成相信挣扎无用。这就是老实人模式的心理根源。你一次次退让、忍耐、吃亏，慢慢的，你的心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式。冲突等于危险，拒绝等于失去。于是你开始用体面、大局、理解这些漂亮词，掩饰自己的恐惧。这时候，你已经不是善良了，你只是怕失去关系，怕得罪人，怕被孤立。但可悲的是，你越怕，就越受委屈。你以为自己是在顾全大局，其实那只是习得性无助的高级版本。你越是克制，别人越看不见你的底线，这是你的心理结构出了问题。当你习惯被动、讨好、妥协，你的大脑会分泌一种化学物质皮质醇，它让你更加焦虑，更加自责。久而久之，你就会陷入一种低自尊循环。越怕失去，就越容易被忽视；越想被喜欢，就越容易被利用。心理学里有个反向的解法，叫自我效能感重建。简单说，就是让你重新掌控结果，找回我能决定我命运的信念。一个人能从软弱走向强大，全靠可控的行动。哪怕只是敢拒绝一次无理要求，也足以让大脑重新建立权力感。你不必大声嚷嚷自己有多厉害，你只需要安静地收起玻璃心，把能量用在刀刃上，不被误解激怒，也不被嘲笑动摇。在传统文化里，儒家讲厚德载物，道家讲无为而治，佛家讲般若智慧，其实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达。能让你强大的是你的格局。佛学里有个词叫中道，不是极端的善或恶，而是在力量与慈悲之间找到平衡。分享给你3个干货，够直接也够实用。第一，学会战略性迟钝，不是装傻，而是选择性不反应。有人讽刺你、轻视你，不要急着证明自己，因为证明正是他们要的反应。人一旦不被外界操控情绪，反而更有力量。第二，建立边界，分清什么是好心，什么是好欺负。每个人都该有3条底线，不能被反复利用，
不能被情绪绑架，不为他人的利益买单。守住界限，哪怕是家人，也要敢说不。这不是冷漠，而是捍卫尊严。第三，练习反向思维。当所有人都在用情绪反应时，你要用逻辑思考，懂得看透动机，而不是反应表面，你就已经赢了上半场。真正的高手看起来温和，却没人敢惹，因为他们已经从需要被关照升级到了自然而然的被敬畏。有力量的善良往往会伤害别人，但当你不再害怕冲突，不再渴望被喜欢，这世界才会开始认真对待你。看懂的点赞。希望本期视频对你有用，欢迎订阅，更多分享，下期再见。